大家好，我係添 Sir，今次會帶大家去蝌蚪坪，再上貓仔山揾貓仔石，由沙田圍行到去慈雲山，中途仲會加插去12忽睇吊鐘花添。想知點行就跟住我啦。睇之前記得撳咗個鐘仔同訂閱喎。起點喺沙田圍，先沿水泉坳街上山，約30分鐘就可以行到去蝌蚪坪。先欣賞一下蝌蚪坪嘅廣闊靚景，然後再上貓仔山。新年期間順路去12忽吊鐘林，欣賞一下吊鐘花，然後再上山揾貓仔石。隨後登上雞胸山嘅山頂，再經雞胸山嘅標高處，落去麥理浩徑，最後沿沙田坳道落山，去到慈正村完結。全程約6公里，如果唔去12忽睇吊鐘花，就僅5公里，唔使3小時就可以完成。途中有一段係荒徑，有清晰嘅路碑，唔斜唔難行。不過分岔路多，需要有睇地圖經驗。呢條路線嘅 GPS 檔可以掃描依度下載。首先由港鐵沙田圍站 D 出口起步，離開後轉左行幾步，轉右上水泉坳街。沿水泉坳街開始上斜，途中右邊係博康村，左邊係水泉澳村。跟住轉右搭上扶手電梯，利用行人天橋跨到對面馬路。然後直行，唔使搭升降機，繼續沿行人路行上去，上到近水泉澳村，有路牌指示往作博坑路，即係右邊嗰條分岔路。沿大斜路繼續上山，喺分岔路口跨過正面嘅第一道車閘。唔好轉右往作博坑村，繼續係石屎馬路，非常之易行。算係上山前嘅少少熱身。冇耐要越過第2道車閘。跟住繼續往上走，一直上，不斷上，一路行，留意左手邊嘅梯級，嗰度係一條捷徑，梯級係好明顯嘅，並非爛路。上到頂後就接回大路，再左轉繼續行。嚟到另一個分岔路口，左邊條路只係往涼亭，而右邊條路先至係去蝌蚪坪嘅。行到呢度仍然係寬闊嘅石屎路，梯級都係好闊嘅，每級都唔高。行到梯級頂後，留意右手邊嘅分岔路口，有一條大石階梯。大石階梯猶如古道山徑，
係最近先至鋪設好嘅，大石仲係雪一般潔白。以前呢條路係木樁嘅梯級，日子久啦，已經損毀。而家真係靚好多。上到梯級頂後，左邊係往貓仔山嘅路，而右邊就係蝌蚪坪啦。第一陣要返去呢個分岔路口。蝌蚪坪仿如一個大平台，佢嘅外貌就好似一粒蝌蚪咁樣。呢一度嘅風景真係唔錯，景觀一流。近年加建咗圍欄，仲有長凳喺度增設緊。其實喺市區好難揾到一個比蝌蚪坪更大嘅觀景台，佢享盡咗地利嘅優勢。左邊可飽覽沙田、大圍，整個沙田都可以睇得一清二楚。右邊可望到小瀝源、火炭、馬鞍山，遠至船灣淡水湖都睇到，真係非常廣闊。即使唔去貓仔山、雞胸山，只係上嚟呢度睇一睇都值得㗎。睇完市區風景，繼續向貓仔山進發。前面嘅小山峰就係貓仔山啦，遠在天邊，近在眼前。回到剛剛嘅分岔路口，直行就係啦。山徑唔再係石屎路，取而代之嘅係更好行嘅泥路山徑。中間有好多分岔路口，記住要有大路行大路。靚一啲嗰邊就係大路啦，行錯咗嘅話就係只通往墓地嘅落山山徑。所以如果唔係向上行嘅話，就係錯咗㗎喇。沿好靚嘅梯級行上去，路況已比以前改善咗唔少。以前係一條近乎浮沙碎石嘅爛路嚟㗎，而家好行好多啦。貓仔山好近啦，只要穿過面前嘅書電塔，喺一個疑似嘅分岔路口，靠右行上去就係貓仔山啦。貓仔山高海拔258米，山頂有標高柱，風景就冇蝌蚪坪咁開揚，只係可以睇到一小片天空。喺貓仔山標高柱嘅左後方，有一條山徑可以落新田圍，路線係背向市區。標高柱正前方嘅另一條路係前往沙田坳、12忽、雞胸山等地嘅。經過一片小竹林之後，隨即向住雞胸山前進。先要落一段小梯級，大約要行250米。山徑係明顯有修葺嘅，可以話係一條冇路牌嘅官方山徑。路碑係仿似郊遊徑咁清晰。喺結尾就會接上衛奕信徑，隨後靠左繼續上山。
果轉右原位嘅順徑落，同樣可以落到新田圍，又或者行更遠，去到大圍、馬騮山、城門水塘都得，甚至可以登上針草帽，想行幾遠就幾遠。沿大路行大約3分鐘，留意右手邊有一小片平地，嗰度就係登上雞胸山嘅路啦。不過路線先會靠左沿大路行。標距柱嘅位置係 W049。記住剛剛嗰個路口。第一陣要返去嗰條路上雞胸山㗎。最明顯嘅標記就係條標距柱啦。依家係行緊去12忽嘅吊鐘林。每年農曆新年前後都有唔少吊鐘花盛開㗎。如果並非吊鐘花嘅季節，或者唔想去睇嘅，可以省去呢一段，直接喺路口轉右上山就得啦。喺路口開始計，大概直行8分鐘左右。留意左手邊嘅明顯方徑，再觀察四周吊鐘花嘅蹤影，就可以揾到12忽嘅吊鐘林。12忽嘅吊鐘林係一片非常陡峭嘅山坡，目測嘅斜度超過60度，係有啲難落去嘅。喺大路上都有㗎，不過吊鐘花就生得好高，好難以近距離去欣賞。想近一啲，非爬上就要爬落。所以12忽係相對比較少人好多㗎。多有多睇，少有少睇。有啲吊鐘花仲係含苞待放，有啲則已開得非常燦爛，各有各嘅美豔。好啦。欣賞完吊鐘花就沿路折返，回到剛剛畫上雞胸山嘅路口，只要行入去，左邊就會見到一條路。呢一段路係方徑級別，相對大路少人行好多。如果唔想行方徑嘅，可以沿剛剛12忽嗰條路直去，同樣可以去到獅子亭嘅，只係會略過咗貓仔石同雞胸山。呢條方徑多年嚟都係好明顯㗎，冇太大嘅變化。間中樹上仲會見到有記號添。山徑大部分都係非常清晰嘅，絕對唔使穿林。最多係兩旁嘅草叢生得高一啲嘅啫。行類似呢一類嘅方徑，理所當然要有一定程度嘅睇地圖經驗。良好嘅方向感係唔少得㗎。因為沿路都有唔少支路係冇路牌嘅噃，唔識睇地圖嘅難免會有行錯路嘅可能性。如果識得睇地圖嘅，難度其實會大減。路況就似係一條普通窄一啲嘅山徑。泥路一條，
冇太大難度，又有綠樹林蔭，其實非常好行。留意途中一個開揚嘅大石位置，行上去望上山，可以清楚咁見到貓仔石。而雞胸山就喺貓仔石後面睇唔到嘅山峰。沿清晰嘅山徑行去貓仔石嘅方向，唔好亂行支路。望到貓仔石之後，唔好急於行出去，嗰啲分岔路係去唔到㗎。正確落貓仔石嘅位置係要先走到貓仔石嘅後方，喺右手邊就可以揾到一條比較斜嘅斜坡，小心咁行落去。真係好斜㗎，而且仲有啲線添。落到去之後，靠左行，只有一條路，好快，唔使1分鐘就可以行到去貓仔石啦。可以小心咁爬上去，嚟一個深深嘅擁抱。貓仔石嘅風景都幾開揚，可以望到好遠好遠。探訪完貓仔石就沿路折返上去，返回主徑，踏入雞胸山北脊。繼續沿山徑一直行，去到雞胸山大概要向前行約600米。呢一段路只有一條路，山徑係非常清晰嘅，亦冇分岔路口。如是者中途有上有落，越過幾個小山丘。如片段所見，路碑係明顯㗎，儘管向前行。一路行嘅時候，要留意地圖嘅位置，因為雞胸山係喺草叢之內，係冇標高柱或者任何標記㗎。沿路兩旁都有好高嘅草叢，行過咗都唔會知道㗎。雞胸山高海拔437米，山頂完全冇風景。正常只會掂行掂過，沿明顯嘅山徑繼續行，尾段條路好闊，猶如官方山徑咁樣。嚟到一小片空地，直行係較快接回麥理浩徑嘅路。不過路線係轉咗，因為想到標高處走一走，好近嘅啫，只需要行約2分鐘左右，就會見到雞胸山嘅標高處啦。標高處嘅位置係海拔432米，稍微比雞胸山矮少少，同樣係完全冇風景可言㗎，就純粹當係到此一遊。從另一端落山，路碑仍然係非常明顯嘅，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咁行，係絕對易行㗎。其實有標高柱嘅路，通常難行極都有個譜嘅。
畢竟標高處有人維護，條山徑必定係窄極都有限。大約要行多2分鐘左右，喺分岔路口望向右手邊，就會見到寬闊嘅官方山徑。眨眼間，風景180度轉變，變得超級開揚，整個九龍都乍現眼前。沿左邊嘅山徑望住飛鵝山落山，呢一條應該係大家都熟悉嘅麥理浩徑第5段。循梯級不斷落，闊路一條，冇咩特別要描述。如是者不斷落山，中途會見到標距柱 M102。唔經唔覺就嚟到沙田坳道嘅出口，接上馬路，上面就係獅子亭。我哋沿沙田坳道往下走，留意左手邊往慈正邨嘅梯級，可以較快咁落到巴士站同小巴站離開。如想直接行落黃大仙嘅，可沿沙田坳道直落，路程大約係2公里。轉左落慈正邨就快一啲。只要沿梯級行落去，中間會經過回頭是岸嘅大牌坊，跟住會遇到一個分岔路口，靠右係全梯級落山，直行就少一啲梯級，行山人士可以自行選擇，長度係差唔多一樣㗎。沿路都有路牌，十分清晰嘅。只係其中一小段窄咗一啲嘅啫。落到下一個分岔路口就右轉，沿維修斜坡不斷落，左邊就已經係慈正邨啦。只要不斷靠左行，落到底就得。落山位置嘅交通非常方便，盡頭就係巴士站啦。而往九龍塘同黃大仙嘅小巴就喺馬路嘅兩旁。今次簡單嘅旅程就嚟到呢度，希望大家都可以繼續開心上山，安全落山啦。鍾意我 channel 嘅朋友記得 subscribe 同 like 啊！搵行山路線記得嚟 teamhiking.com， 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